上一任女帝被尾田公布出来之后，外网直接炸锅了，都说她就是路飞的妈妈。仔细看的话，两人长得确实很像。如果真是母子关系，也解释了大雄为什么会把路飞拍飞到女儿岛。当初草帽团成员被拍的岛屿都不是随机的，因为大雄去过那些地方，也调查过岛屿的人为和环境。索隆道的克拉伊卡纳岛是因为鹰眼在那里，可以帮助他提升剑术。弗兰奇在机关岛也是为了提升科技能力，而路飞落入女儿岛是想让他学霸气，同时让路飞能有个庇护。况且在109卷的 FBS 上，尾田也说了大雄只能拍飞他去过的地方，说明他绝对是来过女儿岛。大雄作为龙的左膀右臂，肯定知道龙过去的经历以及他的妻子是谁。路飞的妈妈到现在都没有出现，卡普和龙也从未提及过，说明已经不在人世了，并且是一段非常虐心不愿提起的过往。巧合的是，第3代女帝托里托玛就是因为得了相思病死的，而这个病症每一代女帝都会患上，必须出海才能治愈。作为前任女帝的夏琪，就是因为跟在雷利身边才活到了现在。托里托玛的花种是剑叶兰，既是代表热情、追求光明和希望，同时也代表了思念之苦，有极大的可能由于特殊情况没办法陪在龙和路飞的身边，最后才而不得去世的。龙能成为世界头号罪犯，全靠他的4大绝技。第一个绝技就是拥有破坏力最强的3大恶魔果实之一。尾田曾经在一次采访中向读者透露过，他把日本3大自然灾害以恶魔果实的方式放到了海贼王的世界里，分散给了3股势力：海贼、海军、革命军。毫无疑问，尾田说的就是火山喷发、地动山摇、暴风骤雨。前2个对应的是赤犬的岩浆果实，白胡子的阵阵果实，而至于最后一颗，肯定就在龙的手上。他每次登场都会伴有电闪雷鸣、狂风大作的天气。首次出手救路飞的时候，飓风呼啸吹飞了镇上所有人。在戈亚王国海域救萨博，也出现了这种天气极端的现象，并且革命军的所有成员，小到普通士兵，大到军队长们，基本都有戴护目镜、身穿披风的习惯，很明显是为了防止龙发动能力后视线受阻。其实除了超强的果实能力以外，他第2个绝技就是让人忌惮的体术。萨博的绝技龙爪拳就是龙亲自传授的，借由强大腕力和指力，再配合武装色霸气，能让这一技能发挥出更强的威力。而龙作为他的师傅，霸气和体术方面的造诣肯定只会更强。至于他第3个绝技就是霸王色，卡普和路飞都拥有霸王色，并且还都学会了霸缠。想必龙肯定是有这个资质的，那么他也一定会霸王色缠绕，这可是顶级强者的标配。霸缠配合龙爪拳，应该连凯多的龙鳞都能轻松捏碎了吧？不过龙能成为让伊姆都忌惮的存在，不单单是依靠个人实力强大，他身后有着能与世界政府抗衡的团队，小弟们也都是新世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，整体的战力水平远强于4皇团，人数上更是占据优势。所以龙的第4个绝技就是他组建的庞大势力。目前来看，龙的悬赏金很大可能超过了红发和凯多，达到惊人的49亿贝利。路飞每开一次5档究竟会损耗多少年寿命？弹头岛篇的路飞无异于是在慢性自杀。从他登岛与陆琪开战，再到五老星全员参战，仅仅不到1天的时间，这短短几个小时内，路飞已经频繁变身了4次尼卡形态。对于路飞来说可是相当致命，完全属于超负荷状态在战斗了。要知道，每次解除觉醒形态后，路飞都会立刻呈现出急速衰老的外表，显得格外疲惫，这就是体力枯竭的一种表现。从弹力十足的橡胶体质退化为干瘪小老头。之前鬼岛一战，凯多都看出来了这个副作用，还警告过路飞频繁开启5档会死。2年前的2档也是同样以透支身体为代价，以脚作为泵打气，借此加速血液流动来强化身体。虽然也是损耗生命，可相比5档就差远了。5档相当于是凡人借助神明之力，普通人的身体无法承受。好在路飞也并非普通人，但也避免不了损耗身体寿命的副作用。如果2档每开一次需要消耗半年寿命的话，那5档很可能就是他的2倍，也就是1年。路飞在鬼岛连续开了2次，在弹头岛1天之内连续开了4次，目前算下来，路飞已经损耗了6年的寿命。当然，这也只是粗略计算，但是路飞接下来还找不到五老星不死之身破解方法的话，继续打持久战只有一个结果，很可能最后会体力枯竭而死。五老星这种机智怪虽然面板属性比不上凯多，但自愈能力太克制尼卡形态了。红发坚决不吃恶魔果实，也不让船员成为能力者的原因终于找到。虽然香克斯经常被海迷们戏称是面子果实能力者，但那只是一个梗。实际上他很排斥吃恶魔果实，他的船上没有一个能力者，就连路飞误食尼卡这颗无敌的幻兽系果实，红发也表现得异常紧张，仿佛是宣告了对方获得死刑一样。哪怕在这之后自己断掉一条手臂，明知道有些恶魔果实可以让能力者重新长出意志，他也不曾像黑胡子那样在新世界到处狩猎能力者。红发拥有最顶级的霸气和剑术，吃下恶魔果实只会让他的实力变得更加强大。总体来讲，力是远远大于弊的，但他就是不吃。而这一点就与天龙人的思想极其相似，他们同样也很排斥恶魔果实，哪怕手中有神级果实，也是作为奖品喂给奴隶。这就和最新几期漫画贝加庞克所公布的真相有关了。伊姆一直频繁使用母火种灭国，导致海平面急速上升，世界即将沉入海底。
到那个时候最倒霉的是谁？显然就是这群长期依赖果实的能力者们。不过这一切也不能全怪他们。吴老星一直在封锁消息，并且唯一知道真相的只有天龙人。他们住在红土大陆这么高的地方，即使海水淹没了所有岛屿，圣地玛丽乔亚也会安然无恙。况且天龙人出门必穿潜水服，就是防患于未然。而红发不吃果实，就是因为他也是天龙人。在剧场版里有提到红发是费加兰德家族的成员，平时又与吴老星走得如此亲近，必定早知道世界沉入海底的秘密，所以他自己和伙伴们不吃果实，就是怕有这么一天世界沉没，全船的人成为能力者不会游泳就惨了。段位不详，遇强则强，他就是人送外号灵魂之王的布鲁克，下线沦为被狗妻，上线又能干四皇。草帽团其他人的2年都在努力练级，只有布鲁克一直在开演唱会找他的大号古王密码，想起来的时候只要胖次到位，四皇能给你干废。还能记得有个新人叫罗杰，虽然说话是嚣张了点，但罗杰的阅历跟布鲁克比起来确实只能算是个新手，可惜他每次都是帅不过3秒，很快就又被挤掉号。想不起来密码的时候，团战怂成狗。听闻凯多之名，直接吓得眼球要跳出来。哦对了，他没有眼球，只剩一把骨头的老登。哟嚯嚯嚯嚯！作为君临大海的4皇之一，布鲁克的面子不是一般的大。当年凭一人之力抗衡整个海军本部的传奇海贼红伯爵，见到布鲁克都要单膝跪拜。敢问整个新世界谁还能有这么大的面子？估计红发来了都得伸手要号。布鲁克还有另一个称号，冥王小青雉。由于他吃下黄泉果实，不仅获得了能够重新复活一次的机会，还意外从冥界带回了灵魂属性的寒气，在与敌人的战斗中，可以给武器附魔进行强化，释放出冰冻果实相似的 AOE 技能。看似他每一次收刀都要露个大后摇，实际上那是给敌人打出的硬直。如果布鲁克未来能觉醒，可能就是人人果实幻兽系死神形态，不仅自己会获得永生，还具有让队友重生的能力。我怀疑吴老星口中100年未觉醒的恶魔果实，实际上说的是黄泉果实。时至今日，布鲁克的实力依旧是个谜，没人知道他到底是打什么排位赛的战力。让马古秒变表情包的 T 技，令大将都汗颜的防御力。弹头岛篇结束后，山治的赏金必定会反超索隆。看完最新异化之后，估计很多海迷都不敢再低估山治的实力了。起初大家都觉得慎平上了船，山治就变成草帽团的第4战力了，赏金也从第2沦为了第4。实际上和之国篇只是尾田给山治升级装备加强实力，真正的表现放到了弹头岛篇。山治登岛之后连续打了4场战斗，从头忙到尾，基本就没闲着。这边刚打完，那边又要跑过去支援，他每一脚的含金量也都在随着局势的升温而上升。如今山治的防御力已经算是草帽团最强的存在了。号称钢铁气球的大妈在面对弗兰奇的游离激光术时，也没敢正面硬抗，而是拿起手中被赋予生命的土墙进行格挡。反观山治却可以用小腿挡下黄猿的镭射激光，搞得海军大将都被吓得愣在了原地，露出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。想想先前山治对战赤天使慎平，直接就是一副摆烂姿态，站在原地随意让对方猛烈攻击，到最后也只是在给山治刮痧。要知道赤天使的力量是1比1克隆元气无海的，所以 S 杀的每一招的力道都和慎平本人是一样的，但仍旧打不动山治。就单说山治当时踢爆马古金星这一脚，甚至连觉醒状态都没开启。山治的眉毛若是这种形状，才是外骨骼觉醒魔神风脚的姿态，所以踢马古的这一脚只是普通的恶魔风脚。然而仅仅是一套小瓶就踢掉了马古一颗门牙。假如草帽团之后就这么逃掉了，那么等到吴老星回到圣地玛丽乔亚，一定会印刷这一伙人新的悬赏金。毫无疑问，每个船员都会涨，但暴涨最多的绝对会是山治，让黄猿汗颜的防御力，令马古金星吃瘪的踢技。这么离谱的4皇船员不给个20亿赏金，实在说不过去。索隆在弹头岛击败了黄腹实力的陆奇，但赏金不会涨得太多，估计在15亿到18亿之间。他的表现还没有让吴老星亲身感受到，陆奇在他们的眼里只是只虫子，能打败他不会让人觉得很震惊。所以蛋糕岛篇结束后，索隆的赏金肯定会被山治反超。尾田正式公布被艾斯击败的猿王下期无海，曾是凯多的合作伙伴，也是砍掉责罚手臂的真凶。就在刚刚更新的海贼王109卷 SBS 专栏里，尾田公布了一位从来没有登场的元气无海，名为哈内夫扎，绰号蜥蜴之王，身高和卡尔一样都是5米多，是个喜欢狩猎古代种恶魔果实的人。前几期漫画里萨坦提到的被艾斯干掉的七武海就是这个家伙，他被除名之后大雄就顶替了上来。不过哈奈扎夫的实力并不简单，他就是砍掉责罚手臂的罪魁祸首。剧中给出过线索，是个能力者，并且用的武器是刀。根据时间线来分析，他确实有在场的嫌疑。再加上艾斯的官方小说里有提到他是个能力者，并且是个使用霸气的高手，而哈内夫扎的2把武器有1把是镰刀。从这几点来看，可以实锤他就是砍伤责罚手臂，杀害所有新人海军的真凶。而这个家伙还和凯多有着一层关系，凯多的爱好就是收集动物系古代种恶魔果实，哈内夫扎就是专门负责干这事的。他的名号也代表一种扑克牌花纸，估计和明哥一样都是在为凯多办事，属于合作伙伴。百兽海贼团有这么多古代种恶魔果实，应该都是哈内夫扎收集来的吧。前几期 SBS 有说过乌尔提姐弟俩的父亲就是海贼，并且和凯多是好朋友。他们的父亲死后，凯多才收养了姐弟俩，很可能乌尔提和佩吉的父亲就是哈奈扎夫。
艾斯和路飞不愧是兄弟，凯多一共就2个合伙人，还都被他俩给干掉了。原来想要击败伊姆，必须触发3个条件，罗杰到最后仅只完成1个，难怪他找到大秘宝也没采取任何行动。最新一话，贝加庞克提到了关于空白100年的谜团，有一群人揭开了真相，而这些人正是罗杰海贼团。可是他们并没有对吴老星和伊姆实施什么计划，关键点就在于他直接速通关了，就好比玩游戏，罗杰跳过了很多关卡和隐藏剧情，导致一些道具没能获取，所以收集成就都没达成，也就没有触发完美结局。首先第1个条件是古代兵器必须要有，但是罗杰路过河之国没挖走冥王，海王当时也没出生，古代兵器1个都没有拿，什么和伊姆斗？伊姆自己手上有个天王，麾下还有吴老星、神之骑士团和 CP0 以及海军大将，罗杰没有古代兵器，带着雷利他们去跟伊姆打只会送死。第2个条件是他没有吃橡胶果实，有的话也必须要觉醒太阳神形态。红发为何非要从世界政府的手上抢这颗恶魔果实？就是因为橡胶果实拥有改变世界的能力。尾田也不止一次告诉海迷们，妮卡是解放的战士，带给人们希望和自由，这就是宿命，其他人都不能拯救世界，必须觉醒了橡胶果实的人才可以。伊姆代表的是黑暗和绝望，妮卡代表的是光明与希望。你罗杰不吃这颗果实，你就只是个海贼王，没有拯救世界的能力。至于第3个条件，就是来到最终之岛，揭晓空白的100年谜团。这个条件罗杰倒是触发了，可当时已经命不久矣，所以想要再完成另外2个条件是不可能了。唯一能做的就是主动向海军自首，然后开启大海贼时代，让更多的年轻人去寻找真相。数以万计的海贼中，肯定有1人会达成这3个条件，而路飞就是他期待的那个未来会击败伊姆的人。索隆与小鹰眼对决难分高下，吴老星率领黄猿即将抵达。海贼王1105集动漫炸裂更新，看着船下突然内讧的 CP0，布鲁克露出一脸懵逼的表情。司徒西拿起电话虫与世家汇报了情况，没想到贝加庞克前几集求救的神秘人就是司徒西。研究所内的草帽一伙看到刚才发生的一切感到不可思议，他们没想到陆奇会被同伴干掉。世家解释道，司徒西一直都是博士的人，他潜伏在世界政府已经有20年了。虽然解决了陆奇和卡库，但还有更大的麻烦需要处理。由于司徒西的权限和陆奇平等，所以没办法对炽天使修改停手的指令。不过已经没事了，因为索隆即将出手。他和布鲁克开始朝着研究所的方向前进，同时莉莉丝也赶了过来。正当他寻找炽天使的身影时，却不知已经被对方先盯上了。一道凌厉迅猛的黑影突然袭来，终极猎手舞动尖爪利刃 ，S 鹰的凌厉攻势被索隆挡下。凑近一看，小鹰眼的面容让索隆瞬间想起了自己的师傅。他质问对方到底是谁，鹰眼并没有理会。S 杀也开始朝他们发射激光。就在这时，爱迪生及时阻止了炽天使们的行动，弗兰奇和山治也及时赶到，救下了2位分身。看着眼前4个最熟悉的陌生人，索隆想知道这些家伙到底是什么，却没人搭理他。而上船逃生的人又多了1位司徒西。此时路飞还在寻找失踪的波妮和贝加庞克。另一边，远在新世界的斯芬克斯岛，几个小孩子正在向马尔科讲述他不在的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。在他走后，海军包围了这座岛屿，并打算抢走白胡子所有的遗物。尽管村民们受到威胁，却始终没有把财宝的藏匿位置说出来。眼看近在咫尺的宝藏拿不到手，海军彻底怒了，他们端起枪准备朝村民射击。可下一秒，威布尔突然出现，手握巨刀挥出强力一击，瞬间将海军击飞数百米外。威布尔决定拼上自己的性命，也要守护父亲的遗物。没想到白胡子的傻儿子还挺孝顺的。此前他被废除七武海身份后，遭到了大批军舰抓捕，但是凭借一身蛮力击破了包围。看到威布尔的到来，海军们选择立刻撤退，并呼叫了一位海军大将支援。画面回到现在，马尔科得知是白胡子2世保护了这里，很感激，至少村民们都相安无事。在他和孩子们聊天的时候，远处缓缓走来一位老人。Miss 巴金站在马尔科的面前，他的身份被公布了出来，原洛克斯海贼团船员，自称科学家，本名白金汉斯图西。他哭着求情马尔科帮自己把威布尔救出来。海军撤退不久后，叫来了大将绿牛，随后抓走了自己的儿子。马尔科虽然很感谢对方保护了村子，但对于救回威布尔一事还需要好好考虑。巴金很坚定地告诉马尔科，威布尔和白胡子的血缘关系千真万确，如果不相信，可以去问贝加庞克。与此同时，海军正在逼近弹头岛。黄猿告诉下属，准备的点心茶水必须都要试毒。接着，他化身顶级服务员来到土星萨坦的客房，小心地将食物端在桌子上，还贴心地给倒好茶水。从来不出门的吴老星居然会亲临战场督战，看来路飞这次是真的凶多吉少了。重新回归的阿金现在实力究竟有多强？是不是已经成长到和索隆一个级别了？最新一期的漫画阿金再次登场，热度甚至盖过了索隆的风头，不得不说他的人气依旧是顶流。阿金这次是以全新面貌和船长克利克一起出现在黑胡子的地盘，能从东海来到新世界，还加入了4皇麾下，实力方面绝对是有很大提升。要记住，
海贼王有一个铁一般的定律，那就是出场越晚的角色实力越强，尤其是那种重新回归的角色，会被尾田打上加强补丁。老沙和陆琪就是很好的例子。阿金已经把自己的铁球双管换成了剑，看样子在东海和路飞分别之后，他便开始走剑豪的路线了，一路打打杀杀闯入新世界，剑术方面的造诣绝对不容小觑。2年前阿金的实力已经很强了，在巴拉蒂餐厅全程压着山治打，两人仅交手几个回合，山治就败下阵了，所以阿金才会很自信地说出：“山治先生，凭你根本赢不了我。”要知道2年前的阿金才25岁，实力就已经远在山治之上了，说明潜力和成长速度不会比超新星差，进入新世界绝对是有很大的上升空间。现在阿金的赏金我觉得应该是有8亿以上，不过阿金就算升级到了2.0版本，实力恐怕也很难超越3大主力，剑术肯定不及索隆，大概和3灾杰克是一个级别。其实有这个实力在新世界混也够用了。